KO。中国人的脑袋都是豆腐做的，我一脚就能踢爆一个，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那麼說出這番無恥言論的，正是眼前這個美國地下拳王丹尼爾·羅伯特。曾經在美國的黑拳比賽中，每3場比賽就要打死2個人，可以說，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沒人敢當他的對手。這一次來中國也是囂張跋扈，目前連續打贏了2名中國選手，而且都被他打成了重傷，因此是越來越猖獗。賽前更是放下狠話，你也聽到了，稱我們中國人的腦袋是豆腐做的。然而面對如此囂張的言論，我們的中國小将腿法高手霸氣出山，他就是中國小將王玉虎。今年23歲，但是練腿13年有餘，10歲便開始練習腿法。他從小出生在農民家庭中，而且從小到大，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家裡所有的柴火都是他用腳劈出來的，可以說實力絕倫。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這一場比賽我們的小將王玉虎究竟能不能踢碎這個丹尼爾·羅伯特的狗頭，讓我們拭目以待。第一回合馬上開始。好的，紅方選手我們的腿法高手王玉虎，藍方選手美國地下拳王丹尼爾·羅伯特。那麼雙方在一開始也是進入了一個試探環節。別看這個丹尼爾·羅伯特啊，賽前能發出這種無恥言論，但是這個人呢，打拳還是很穩的。他主要是那個泰拳的這個世界冠軍，所以他的這個膝或者是的，他的膝肌啊，可以說詹馬座呢。好的，回身踢，我們的王玉虎腿法高手，可以看到也是頻繁的用腿。那麼可能有的觀眾會覺得他是不是用腿高手，這個拳就不犀利了？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想多了，這個王玉虎的拳也是很兇狠的。雙方也是在欄邊進行了一個纏鬥，我們王玉虎的力量很大啊！哎呦，這一擊直擊頭部。雖然這個丹尼爾·羅伯特的身形數據比我們的王玉虎更佔優，但是可以看到面對我們王玉虎的進攻也是顯得有一些束手無策。詹馬座能不能頂過這一輪的壓力？你就看這個王玉虎的右手的後手重拳是吧，很具有穿透力，他這個拳法很具有穿透力，衝得真猛啊，王玉虎。那麼我們的玉虎呢，也是有一個一般人沒有擁有的天賦，就是非常擅長打斷別人的節奏，通過各種各樣的他這個及時反應。觀眾朋友們，就連邱建良也是得邊打邊思考，所以才說拳商很高。而我們的王玉虎可以說是天賦異稟。速度比較快，但是泰拳手一般都慢熱。对，這個時候王玉虎還要考慮的就是會不會這個詹馬座這個發出來這個後勁兒，如果說是隨着比賽的進行後勁兒出來，自己也要小心。看馬座一貼身馬上就膝就上來了。可以看到啊，這個羅伯特·丹尼爾下手很黑很髒，這是一種非常消極的打法，摟抱然後起膝，他這是有動作的。這是一種消極防守。看场裁判這個螳螂刀要給他警告了，怎麼樣？是吧？是他不是說是看他的更加激烈，雙方更加主動。王玉虎以側踹進行王玉虎今天打得非常漂亮，拳也很準。我看到詹馬座呢，羅伯特·丹尼爾也是有一些難受，自己這個進攻在我們的王玉虎面前是有些難以施展，這種比賽打得會很憋氣。第一次打昆崙決，打這個每局3分鐘要打3個回合。是的，他打錦標賽雖然是這個是得分制，但是那個2局可以說我知道前2局我贏了，第3局就不用打了。是的，那這樣的話呢，擅長泰拳的詹馬座爾呢，如果說是隨着比賽的進行，有的這種後發力的這種情況，對於王玉虎呢也不利。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回放。羅伯特·丹尼爾也是沒有想到被我們的王玉虎這個瘋狂進攻徹底打亂了自己的節奏雖然說第一回合打得很猛，但是王玉虎的這個進攻也是讓他有一些防守不及。我們來看一下第2回合，我們的王玉虎能否繼續再接再厲，擴大這種優勢。好，第2局比賽開始了。然後看一下第2回合，王玉虎詹馬座也採取進攻了。他知道第1局輸掉了，實際馬座採取這種近身戰術，這個王玉虎就不好打。
他这贴身那种戰術他不好打。对，但這個王玉虎可以用正蹬腿或者側踹腿。第二回合，丹尼爾·羅伯特的進攻明顯是開始放緩，有一些後繼乏力了。在第一回合當中呢，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側踹腿。之所以到第二回合開始，這個王玉虎採用這種戰術和打法，就是體能有一些問題。這個很非常漂亮，只要拉開打中近的話，王玉虎是有優勢的。對，就怕打這種近戰，纏到打近戰他就不穩了。對。王玉虎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戰術，在第二回合瘋狂的跟這個羅伯特打這個近身。他的這種技戰術跟他之前的比賽呢也有所調整。之前的比賽呢是跟安迪蘇瓦呢是非常的像，就是以左右的平勾、擊斧勾拳，皆以低掃低。那這場比賽他出的這個直線的拳法。現在王玉虎回合這種開局，我們沒想到原因就是體能下降太厲害。第一回合冲得太猛，太猛了。他現在。好的，這回輪到我們的王玉虎開始發力，也是想打一些短平快的組合拳，這對於我們的王玉虎來說也是非常的有利。一番一番的壓力啊，確實在第二回合看能不能在體能上盯下來。他要用腿法控制距離，不要近身。那麼在這個比賽之前，我跟王玉虎也進行聊天，他說我們現在山東隊打完冠軍賽和錦標賽之後，現在在這段日子。我覺得王玉虎很有可能在打完這一段時間的近身之後，轉為用自己的腿部進攻。可能有的觀眾朋友等着急了，這個腿法高手怎麼不頻繁用腿啊？您別着急，這個腿得是關鍵時候才能出。那麼在小時候呢，王玉虎也是經常的練自己這個腿嘛，劈柴拿腿誇嗒誇嗒從上往下這麼劈，也是每天去練啊。據說他這個腿風一掃出去2米之內。一掃出去，這個蠟燭就能滅了。這也是昆仑決的這個比賽特徵，他希望比賽對抗性更激烈一點，大家都很主動，然後防止摟抱和這個糾纏，是這樣的，也適合電視觀眾的運動這個觀看。這個時候，詹馬杜爾呢已經是找回了自己的節奏。對於王玉虎來說，如果是跟詹馬杜爾玩這樣的節奏的話，對自己非常的不利。他不是想玩這種節奏，他是沒體能。因為第一次打昆仑決，他不知道這3局3回合怎麼打，我分配體能是不會的。昆仑決這個激烈的，他要對體能有保證。王玉虎也是打出了一些火氣啊！這個丹尼爾·羅伯特太喜歡摟抱了。現在王玉虎只能靠他這個右手的後手重拳了，因為沒有任何招數。但這個後手之前打的就不如第一局有穿透力，人家距離有時候没到。這就是典型的體能下降一個徵兆。哎呦，雙方這個體能下降的很厲害，不過沒有關係。第二回合比賽正式結束。那麼剛才看到這個玉虎這個狀態啊，可能是不太好，確實需要休息一下。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的回放。那麼在第二回合，丹尼爾這個進攻和打法還是有一些耍無賴的啊，不愧是這個地下拳王，打黑賽的手都這麼髒。那麼我覺得在第3回合，我們的鄭昭玉在恢復體能之後，應該是要考慮使用自己這個腿部進攻了。他這個優勢還是要比丹尼爾要大的。第3回合實際上對雙方體能都是一個考驗，特別是對王玉虎。是的，第3回合王玉虎的開場呢也是非常積極，但是不知道他究竟的體能能否把這種節奏延續到第3回合。很顯然，丹尼爾想擴大自己的體能優勢開始瘋狂的跟我們的王玉虎打一個近身，想消耗我們玉虎的體能。哎呦，看到又是摟抱，只要你進攻很強，馬上摟抱。發揮挺好，這是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造成的，就是他體能下降。這是第二，他的拳指組合沒有任何的節奏，是吧？現在是。那這一點的話，就是像荷蘭那些運動員之類的，我覺得他們是全部3個。好的，我們的王玉虎也是開始使用自己的腿部進攻了。這個高掃踢得很高，力量很強，也是踢的這個丹尼爾是一踉蹌一踉蹌的啊。但他不是完全用侧腿是一种重击对手，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反而看这个這個還比他用這種方式是體能是下降挺大的。你看，但是他的迎擊拳還比較準，找回自己狀態，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玉虎。非常漂亮，這個時候丹尼爾的體能也是有一些消耗殆盡。哎呦，漂亮！這一記高掃這麼迅猛，丹尼爾是直接有一些發懵了啊！可以看到裁判也是在讀秒。哎呦，小伙子真是厲害，抗擊打能力不錯，再次站了起來。非常罕見的側踢直接打倒，這是王玉虎
双方拼拳，看谁能。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在场面占有情况下，突然王玉虎一个又高扫，做高扫一个上头，给对方打倒，场上裁判给他扣2分，这个成绩就奠定他的胜利。好的，又是一记高抬腿，这个郑登踢得很有力量啊！我相信这场比赛的胜利一定是歸於我們的王玉虎啊！羅伯特確實也扛造化啊，這已經是第2次被擊倒。是第2次，對，回合麻醉沒讀秒，對，這比賽沒懸念，這比賽就沒懸念了，打得非常好。2次強足3分沒了，對不對？儘管第2局肯定是個罰，可能馬祖爾贏了，但是第3回合很明顯啊，這個丹尼爾·羅伯特，哎呦，漂亮漂亮！第3次擊倒，已經是將這個丹尼爾的鼻子呀幹出血了，非常的兇，不愧是我們的腿法高手王玉虎，讓我們恭喜我們的玉虎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防守的這種機會，抓住機會，連續3次擊倒詹馬頓，而罕見的 KO 的方式。是在不被看好的情況，第3回合冷招，你說冷招吧，又是中國的職業腿法，推腿上頭，看。這一場比賽真的可以說是非常的精彩，我們的王玉虎也是在前2個回合進退有據，在第3回合找到節奏，鎖定戰機，僅用3腳就 KO 了這個囂張跋扈的美國佬丹尼爾·羅伯特。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再次恭喜我們的王玉虎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而且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開拍！ Takes advantage of it this time, does Adesanya, and the ground and pound, they're getting through this time, and Terry Hill. 我太難了。 And yeah. I've lived in China, so I've embraced the Chinese culture. I came to China in 2014,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land. You know,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sightseeing. The people, they're very kind and they're very hospitable. They treat me very well, and I just love the atmosphere. I love it. 你好。I am the Black Dragon. I was born in Nigeria. I grew up in New Zealand, but I have lived in China, so I've embraced the Chinese culture. I feel it is destiny. 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相信你也聽到賽前這位黑人朋友的自述啊，自稱自己是黑皮膚中國新的尼日利亞選手，目前拿着中國國籍為我國征戰的黑龍，本名阿薩迪亞。那麼黑龍目前呢也是替我們中國打比賽，非常非常的喜歡中國啊，想替我們中國征戰國際擂台，為表忠心啊，就打這踢館的老外，而且他的戰術體系特點非常有意思啊，他非常非常的擅長打游擊戰術。那麼這次他的對手則是日本的拳王土公義啊，這個土公義你可以看到也是人高馬大的啊。這次也是來我們中國踢館啊，為的就是打擊我們中國啊這個拳壇的地位，非常非常的囂張。在賽前表示自己來中國一定要打夠100個中國人才會開心的離去，不然就不會走。我們的這個黑龍也表示啊，必須得把你趕出中國，因為中國跟日本小日本子不共戴天。那麼這一場比賽究竟結果如何？親愛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一回合正式開始。藍方選手我們的黑龍啊，紅方選手日本拳王土公義。好的，雙方比賽一開始，哎呦，對手這個想直接啊控制住我們的黑龍，應該是想要打地面，哎呦，力氣很大啊！但是我們的黑龍也是不停抵抗。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黑龍也是人高馬大啊，臂展和腿長都十分的具有優勢，但是這個人酷愛打游擊戰。那麼我們的黑龍呢，這個是拳壇的武術大師，在黑人界當中武術打的是最好的，他的偶像是李小龍，而且他有一位中國武術師傅，正是新西蘭傳奇武術大師林正川。為什麼說這個人是新西蘭傳奇大師呢？因為這位老先生啊，是出身於廣東汕頭市，後來來到新西蘭之後，傳播發揚我們中國傳統武術。他是李家拳的傳人，目前80多歲高齡了，還在教拳。好的，讓我們回到比賽啊，土公義也是控制住了我們黑龍的單腿，應該還是想要往地面去拖啊。那麼這個土公義呢，他是日本的地面之王極真空手道的這麼一個傳人。所以說雙方也是在武學上啊，中國武術跟日本武術的一次爭鬥。
things change an awful lot because nice punches there, but you see how Adesanya just slips the punches. He never goes back. He doesn't. 其实从这儿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黑龙这个战术体系啊，确实是跟常人不同。凭借着这么好的身形优势，不打对拼，但是持续的打这种游走找机会，土公一也是有些难受啊。因为不近距离对拼的话，他没有太好的机会抓住我们的黑龙往地面去打。Equally at home in the orthodox or the southpaw stance, and that makes it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his opponents. And I'm not sure if Quayle's fancying himself here in the stand-up department because I think it would be a big mistake if he is. I think he wants to go back to. 我们的黑龙还在觀望，這個土公一也是不太敢近距離的去靠近我們的黑龍啊。Adesanya, the more things will turn away from his favor. Adesanya already this year in New Zealand has won an 8-man boxing competition, and also. 那麼土公一在日本的話，目前也是拿到一個27連勝啊，在日本一時風頭無兩。所以說我們的黑龍也是面對這種對手，小心小心再小心。So, as I say,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stand-up fighting world are well and truly documented. And yeah, I am a little bit surprised. Here we go. Here he goes. 好的，土公一小抱摔，但是我們的黑龍也是反制的很快啊，沒有給這個土公一太多機會。Already talk about UFC as far as Adesanya is concerned, which after 3 fights in the MMA arena is pretty spectacular in itself. So there's no doubt that we're going to see him there. And it's good that Philip Lamb, the man who brought kickboxing to New Zealand, has put on an MMA fight here in New Zealand. 雙方依舊處於一個僵持階段。哎呦，這個土公一對於自己這個腿長啊太自信了，沒有把握好距離。好的，我們的黑龍也是找到了一些機會啊，不停地靠近對手。To wind up the wick a little bit here. Oh, that was a nice shot to the rib cut. 哎呦，這個土公一直接躺在地上等着我們黑龍去打，這個非常非常的主動想要去打地面。我們的黑龍應對措施相當不錯啊，土公一有點懵了，自己這不屬於直接是撞上槍口去了嗎？送到槍口面前。Just playing it a little bit cautious as well. Now he's caught again with the leg. He might just walk away from this. Well, it seems, and he does do just that. 好的，可以看到我們的黑龍也不上當啊，不跟你去打，不是說你想打就打，也是我想打才能打。Adesanya, he's going to try and end it before the bell goes. He runs out of time on this occasion, but a good finish to the. 好的，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這個第一回合雙方打的都很謹慎啊。所以說沒有特別的分出誰勝誰負誰優誰劣。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雙方選手的精彩表現。Israel Adesanya to keep his distance, and the Chinese team want their man to get to ground as quick as possible. Only 3 real serious attempts. 哎呦，可以看到我們黑龍這個棋手啊，還有點我們中國武術的味道。那麼很多人可能覺得我們的黑龍是不是名不見經傳呢？啊，是這樣的，我們的黑龍是 UFC 的7冠王啊，所以說在國際上是很知名的。這個土公一打的也是有點難受啊。Hand was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and the body shot had influenced the going to ground the last time, and that's where he actually did look really comfortable. Well, he made it real difficult for any attempt of the ground and pound by Adesanya. So it'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to see if they give him that same position, whether
Adesanya will go after him or whether he wants to. 好的，双方依旧是保持着一个难以言喻的平衡。楚公益表现得太谨慎了。好的，我们的黑龙也是不停的挑衅对手啊，就这个样子还想打拳啊，小瘪扇。You'd say that Guinguel would have a pretty good show in the stand-up, but he's been outmaneuvered, outworked, and outpunched here by Adesanya, and he's not the first fighter to be in that position. I can give you the tip. Adesanya just slowly tightening the noose a little bit. You know, just he's 3 or 4 inches closer in this round than he was before in round number 1. 那么双方选手还是在不停的僵持着，我们的黑龍有些着急了啊，還是想要找機會將對手逼至攔腳，就是有這個明顯的意圖。That's the case. If it is, it's against the orders of or the recommendations of Beerman. But yeah, he's just so hard to read. You just don't know what's coming next. And I guess that's what if you can keep your opponent tentative. That's the game plan. 那么黑龍之前也表示過啊，在 UFC 裡他其實也是不怎麼打這個外國選手啊，比如說這個美國選手啊、俄羅斯選手、波蘭選手基本都不打啊，就喜歡打日本選手啊，還有韓國選手，因為也是替中國出戰嘛，所以有很大的空間。好的，對方再一次將自己拖至地面，我們的黑龍也是不上當啊，不想跟你糾纏。It looks like that's he calls Terry Hill in, and back to the feet. So that plan's not going to work by the look of things for Guinguel. 哎呦，对手再一次进入地面，好的啊，我們的黑龍直接抓住對手的機會，這個破綻非常的不錯，連續的手擊，看一下裁判什麼意思啊？漂亮，裁判直接宣布比賽結束，這個真的是很有趣啊！對手自己啊把自己的這個破綻展露出來，我們的黑龍也是很好的抓住了這個機會啊！可以看到這個土公一目前很羞愧啊，趴在地上要哭的表情，我的天哪！ He definitely wasn't expecting Adesanya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hat he was given after walking away that first time. But Adesanya says, I can end them standing up, and I've just shown that I can end them in the ground and pound as well. 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我們的黑龍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順便請大家記住他的名字，他叫阿薩迪亞，黑皮膚中國心。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注意看，眼前的黑人選手正在調戲中國姑娘，遭到現場裁判制止之後，非但不停手，竟然還當眾毆打裁判。他是拳擊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混蛋，在過去的5年時間，竟然因猥褻罪被警方逮捕高達19次。習以為常的他竟然還在被捕的時候聽歌，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經常在比賽鏡頭前作秀，表情猙獰，永遠是一副誇張的詭異模樣，甚至在比賽中上房揭瓦，炫耀自己的特立獨行。比賽中他狠辣無情，下手極重，時常摔斷對手的脖子來彰顯自己天賦異稟的實力，甚至在擊敗中國選手之後，當眾撅起自己的黑腚來挑釁和嘲諷，還撂下一句狠話：中國人是我見過最沒有血性的一群東亞病夫，他們所謂的高手在我眼裡不過是軟腳蝦罷了。他就是號稱美國瘋馬的拳壇怪人查爾斯·本內特。可以看到這家伙一上場啊，就是拿着手機開着直播登上擂台，還在賽前大笑挑釁我們的中國選手。而我們的中國小伙巴拉金，來自內蒙古的中國輕量綜合格鬥運動員，表示一定要戰勝這匹瘋馬，讓他見識見識蒙古漢子的厲害。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十分精彩的中美對局，我們的中國小伙巴拉金大戰美國瘋馬拳壇怪人查爾斯·本內特。具體比賽結果究竟如何？親愛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拭目以待。
好的，閒言少敘，第一回合比賽正式開始。可以看到啊，查爾斯連拳都不願意接，哎呀，這個作秀的表情。我們的巴拉金是成功的拿到了一個正身位，是想給他摔下去。這個查爾斯還是實力很強的啊，可以看到這個力量上來說，不太好摔，反抗的很厲害。这个确實是個性太強了。巴拉金想要壓制他有些困難。查爾斯綽號瘋馬嘛，剛才你也看到了，在宣傳片中這個查爾斯各種奇怪的行為。他出身於這個美國的貧民窟，甚至有時候啊，大家都覺得他比賽的時候，是不是嗑藥了？他吃藥的感覺，整個人瘋瘋癲癲的狀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作為美國的拳壇怪人，他實力確實很強。好的，可以看到這個查爾斯的體能好像是有一些下降，我們的巴拉金也是成功壓制住他。現在這個瘋馬也不着急啊。對，你看這個瘋馬確實是很有這種將之風啊。對，這個大將中的這個另類啊。確實是在這個綜合格鬥界啊，無敵。對，有點這種綜合格鬥界的周星。哎呦，我們的巴拉金非常的不錯，可以看出已經是死死控制住查爾斯了。這個巴拉金呢，出身於內蒙古，小時候家裡是放羊的啊，經常是跟羊摔跤，地面作戰是非常的強。這查爾斯是生活在這個美國貧民窟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摔，只能摔水泥地。所以說，我覺得論地面來說，應該是沒法打過我們的巴拉金。要拿背做裸腳，但是破壞掉了。好，你看，典型的啊，分享可以等下位。这个真的好，对，一个人站好几分鐘，對，就大家就會想，這到底是什麼人呀？這麼長時間，所以就尤其觀眾看的比賽。對，每次都是戴着耳機，聽着音樂，搖頭晃腦，自拍的，對，還玩自拍。好的，可以看到我們的巴拉金雖然是拿到了正身位，但是佔據不到什麼優勢啊。這個查爾斯不說別的，防守做的還是非常不錯的。我們的巴拉金是沒有太多的進攻機會。好的，逼至藍邊，哎呦，不小心被查爾斯掙脫的可能性很大。就一樣，對，去拱，在手上給打特別壓制。現在來說，這個東馬還沒有做一些實際的進攻動作啊。我們的巴拉金也是竭盡自己的全力在壓制這個查爾斯。但是查爾斯啊，這個甭管別的，身體素質確實不錯，他好像比我們的巴拉金還高一點吧。可以看到這個肌肉也是，很壯碩的。可以給他安一個。川馬現在沒有像樣的拳呢，我覺得他一直在收着勁兒。對。可能也意識到。好的，逼至藍邊。再次拿到一個正身位，我們巴拉金可以開始考慮進攻了。啊，是想做裸腳是嗎？這個很有意思的一點啊，觀眾朋友們，這個查爾斯啊，第19次被捕，也是因為猥褻罪嘛。他猥褻的是一個美國啊將近400斤的大黑胖子，結果被大黑胖子也是打地面壓制住了。查爾斯也說這是自己一生的夢魘，也不知道我們的巴拉金能不能讓他重現一回他的夢魘。對。所以就看巴拉金啊，充分的把這個時機把握。對，太激動作啊。你看地面轉移也很快啊。張老師所說的這個現象，我其實覺得70%-80%是有賴於瘋馬。對，是他在控制這個，整個的比賽節奏是他控制。對。好的，目前來看的話，節奏依舊是在查爾斯這一面，情況不容樂觀。雖然我們的巴拉金拿到優勢位，但是這個進攻啊，觀眾朋友們可以看到啊，沒有幾次有效進攻。查爾斯也是在把控着這個整個比賽的節奏，不讓你進攻，你就是做不到。
有一些难受。你看，即便是过了腿，也不能做太多的动作。对，说真话。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巴拉金火气也很大啊，进攻欲望很强，上来接着想跟查尔斯打一个地面。这个第一回合的话，确实是巴拉金不太占优，但是查尔斯的体能消耗的也很快。我们的内蒙古小伙们平时吃都是奶茶牛羊肉长大的，体能怎么能赶不上这个小黑子呢？你看这个动作很放松啊，对，发力是。到这儿，然后骑上去。哎，这个位置风马给的太轻松了，对，送了这么一个位置。哎，有没有磨脚？好的，漂亮，打死角已经形成了。这个位置非常的棒啊，就看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坚持住，摁死这个小黑子。输了，太拖大了。10，看巴拉金的腰一直在往前拱。对。哦。应该是有点晕过去啊！我们看看风马的手最后是软下来的，我们看一下，拍，漂亮，拍手放弃比赛，让我們恭喜我們的巴拉金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這個小黑子啊，賽前這麼的囂張，也是受到了自己應有的懲罰，讓他見識見識我們中國人的力量。可以看到已經是被我們的巴拉金啊勒得不省人事了，漂亮。真是有血性的蒙古漢子。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巴拉金第二回合59秒降服獲勝。有請頒獎嘉賓，貴州喜酒銷售公司山東片區總經理夏宏翔。